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鸟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视频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iQOO 刚发布的 Neo 9和 Neo 9 Pro 啊，这两台我们这儿都有。这两个型号分别搭载了骁龙8 Gen 2和天玑9300，可以说是骁龙发哥一家欢了。而且外观 ID 方面也是彻底大改，到底表现如何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这儿还有 iQOO 这个品牌第一次发了一个手表啊，一会儿有个小开箱。这次两个型号分别都有3个相同的颜色啊，航海蓝、格斗黑，还有这个招牌的红白魂啊。小时候红白机时代，你最喜欢的游戏是哪个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。这个问题稍微有点暴露年龄啊，但是我比较爱的是忍者神龟系列。9和9 Pro 的外观 ID 呢都是一样的啊，它们这次只有2个区别，一个是刚才说的处理器，9这边是8 Gen 2 Pro 这边呢是最新的天玑9300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次它是双摄，然后下面这个广角 Pro 这边呢搭载的是三星的 Go-N1，然后标准版这边呢就是一个普通的800万的啊。直角边的一个设计，全系呢都是塑料的中框，提醒你注意，它前后呢全部都做了倒角，后背不管是玻璃还是素皮呢都做了这种圆弧的处理啊，既保留了精致感，然后又改善了一些你的握持手感。镜头模组的设计呢也值得点赞，非常的简约。刚才说了，它这次是双摄，没有硬给你搞一个凑数镜头，来一个3摄，相当于把大哥 iQOO 12这个悬窗式的镜头给缩小了啊，这个上下各一个。蓝色和黑色的这个后背板呢都是玻璃材质的啊，提醒你注意，那个格斗黑它是磨砂的啊，暂时我们还没有收到啊，在路上啊。这个蓝色的呢它是一个镜面的啊，相对来说容易沾染指纹，但是这个蓝色我觉得也还行，它有一点那种银蓝色的感觉。素皮版的这个中框呢也做了这种红色的处理啊，确实很有红白机的那种感觉，特别像一个手柄啊。中间有一个缝线式的纹理啊，给做了一下分割。红色的这个部分素皮的感觉还是比较强的，白色的这个部分呢，它做的是一个斜纹式的处理，两边的纹理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白色这块稍微素略感会更强那么一丢丢，厚度都是8毫米左右，玻璃版本肯定要更薄一些啊，然后素皮的是要更轻一些，190克，玻璃的版本呢是196克。转到正面啊，这块屏幕的基础配置我们也直接打出来， 1.5K 的一块国产屏啊，这个1到144赫兹的 LTPO。当然我知道啊，这个 iQOO 的用户最关心的塑料支架啊是终于取消了，我感觉 iQOO 是彻底摒弃了塑料支架。边框方面控制也不错啊，这顶部和两侧几乎是一个尺寸，这上面好像稍微宽那么一丢丢啊，但是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然后这下巴呢要稍微的宽一些啊，取消塑料支架之后，这正面的直屏啊，这气质还是很足的。性能方面肯定是这台机器的主打啊，这8 Gen 2这边呢，我们之前频道里面凑过 N 次了，这性能曲线数据库小程序里面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啊。今天这期我们就以9300为主，小白视频数据库走起。这是第2款搭载天玑9300的手机，上一款也是蓝厂的 X100。都说天玑调教看蓝厂，直接来看落地实测啊。王者作为测试项目中的中低负载场景，自然是没啥压力啊。120帧高清画质下，帧率一条直线啊，超过了120，120.9帧，有提帧的情况。当然，这里我们主要看的是功耗和温度。平均功耗呢是3.3瓦，要稍高于横向对比的几款手机。它的机身最高呢是39.7摄氏度，没过40。王者综合表现放到以测机型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。压力高一些的原神啊，不出意外的也是接近满帧，从曲线不难看出，除了偶尔有几次掉到55帧，基本都能稳定在60帧。半小时测试平均帧率达到了59.6帧，功耗是4.7瓦，在最近发布的几款手机中低了0.3瓦。另外散热表现这台机器也不错，机身最高是42.8摄氏度。今天我们测的几台新发布的 iQOO 啊，温控都还不错。前面测试的 iQOO 12也在42摄氏度左右。另外在 Q1 芯片的加持下，这画质和帧率上也有更多选项。目前版本原神的画质也可以支持到 900P 和 1.5K， 我们也计算了实际的像素质情况啊，确实能够达到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到差异，视频中把3个画质的游戏画面都放出来，大家注意看角色的头发、远处房子的细节， 1.5K 确实都要更清晰啊。当然这并不是原生的画面啊，是超分的嘛，视觉上呢还是有一些锐化的痕迹。帧率最高呢也可以差到144帧，也就是屏幕的最高刷新率。对，这块屏幕不是120的啊。原神超分插帧支持的情况，一张图给大家打出来。我们实际上手体验插帧的效果，相比于游戏原生的60帧，在滑动画面、角色移动的过程中确实也是非常
常流畅的。当然，它毕竟不是原生的帧率嘛，在视觉上稍微没有那么自然。除了插帧超分，配上官方的散热背夹，它还有一个 Monster Plus 模式，不过需要连接蓝牙才能激活。请你注意，开启这个模式之后，最高可以实现 1.5K 的超分，加上144赫兹的超帧并发的效果啊。另外 1.5K 画质下，原生帧率也可以开到60帧，而常规模式下呢，就只有36帧。1.5K 60帧的表现如何？我们也专门实测了，当然这是在散热背夹的加持下啊。帧率曲线与 720P 不带散热背夹的表现是差不太多的啊，这个平均有 59.7帧，功耗 7.2瓦，相比于 720P 呢，确实高了约 53%。不过毕竟有背夹嘛，这半小时机身最高温度只有38摄氏度左右，背夹的收益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回到数据库星铁测试，帧率曲线确实没有前面2款游戏那么稳了。从曲线也可以看出，前面测试场景最高呢还是能到60帧的，但到极限压力的长乐天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，半小时测试下来平均帧率是58帧，功耗与 Redmi K70 Pro 相同，都是 6.6瓦。不过 iQOO 的平均帧率数值呢确实要更好些，当然机身的最高温度也达到了48.3摄氏度啊，体感上烫手了。我们放大看一下星铁的画质细节啊，并没有出现降分辨率的情况，测试过程中也没有降亮度啊，总体还是值得点赞的。5160毫安时的电池，小白测评数据库 3.5 测试模型中，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 63%， 排在数据库中间偏上；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 14%。小白测评极限续航测试，直到把这台机器干到关机啊，它总共坚持了6小时57分钟啊，将近7个小时，排在数据库中上的位置。配备的是120瓦的充电，在数据库25摄氏度标准环境温中实测，最高功率可以达到100瓦，10分钟前台充入 42%，28分钟前台充入 100%，29分钟完全中板。充电属于120瓦的正常水平，涓流充电时间也很短啊，值得点赞。性能总结，在目前数据库 3.5 标准测试的几个维度之中，帧率输出这台机还是比较稳定的，其中原始的功耗表现比较亮眼啊，只不过续航成绩相对它的容量呢没有那么亮眼。性能满分10分，你给几分呢？大概评论弹幕一下。影像方面，9和9 Pro 的主摄呢都是统一的，是索尼的 IMX920啊，它底呢是1.49分之1英寸实拍，看一下。虽然主打游戏，但作为蓝场系的手机，iQOO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一直不弱啊。这一次也采用了旗舰同款传感器，直接看样张，白天唱一下这组草丛里的编织兔和红美一样，拍出了被阳光洒过的感觉。魅族和 iPhone 相对就显得有些寡淡。路过古井，看见上面的木架，iQOO、iPhone 这两台拍出来的色彩相对比较真实，小米和魅族看起来饱和度要偏低一点。而当阳光打在玻璃菜单上时，iQOO 也能较好的还原出彩笔字的色彩和玻璃后绿植树叶的颜色，看起来还是比较抓眼。到了室内，虞姬手办后的背景板，iQOO 拍出了肉眼看见的木质原色啊，其他3家呢相对来说有点寡淡。在光线较好的玩偶区域，iQOO 的曝光档位目前这个版本是偏高的，看起来更加讨眼球，也相对还原了小鸡的颜色啊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夜景方面，天空的表现还是比较纯净的啊，在拍摄圣诞树的时候，iQOO 看着也很有氛围感。同时，圣诞树后暖黄色的纸灯也很还原。iPhone 这边对高光压的比较保守，红米和魅族则是没有拍出那种暖黄的感觉。广角和主摄的色彩一致性上，当前版本主摄拍出来的天空明显比广角要更蓝一些，距离 iPhone 的一致性表现还是有进步空间。这台机的抓拍表现也不错啊，随手拍了几张路边的猫咪都没有糊偏，家里有宠物的小伙伴应该会比较满意。当前版本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啊，我们在体验过程中也遇到了几次色彩用力过猛，这白平衡不太稳定的情况。比如说柜台上一堆红色商品的颜色就有些溢出了，白天太阳出生时木窗旁的水泥墙也给拍成了暖黄色，希望后续版本能够及时优化。综合体验下来，作为一款主打游戏的手机，它的影像表现还是不错的，甚至有一些小超出预期，日常拍个风景啊，发个朋友圈呢是肯定够用的。细节配置方面呢，顶部也是带红外的啊，它是一个听筒式的双扬器设计，然后也带 NFC 啊，防水防尘方面呢是支持到了 IP54， 指纹方面呢它是短焦的啊，这位置还是比较靠下的，好在 6.78 英寸不是那么大，然后它也没过200克啊，这手感还算 OK。哦对了，这儿还有它的手表啊，差点给忘了啊，iQOO 第一款手表 Blue OS。蓝河 OS。ID 方面，它是一个鹅卵石的造型啊，就是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弧面玻璃啊，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。它默认的是一个硅胶表带，和它表体的中框呢是相对融合的。然后它是有一个旋转表冠，然后下方还有一个按钮，整体的风格还是偏运动的。那它全部都是弧面的处理啊，比如说你打篮球啊、跑步什么之类的，就不怕这个硌到自己的手啊。我们这还有它的这个皮质表带，这个就比较有代表性啊。它这个两侧的缝线呢是黄色的，可以算是之前 iQOO 的招牌配色啊，黑黄。手表这类产品已经非常成熟了，功能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啊。OK， 手机方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，相对于上一代来说，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 ID 设计。今年尤其是下半年啊 ，iQOO 的主题就是 ID 的升级和质感的升级啊，这种精致感要一定延续下去。然后就是性能释放和对于游戏方面的支持啊，这个 iQOO 做的还是依旧比较深的，这也是它一直以来的这个基因。iQOO Neo 9和9 Pro， 我想问大家，
你更倾向于买哪款啊？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价格啊，我估计8.2的这个价格竞争力应该也是挺强的。满分10分的话，你给几分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。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，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更新到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。关于最近的8.2的这一批新的终端机啊，已经发了好几台了啊，我们应该在农历新年前呢会有一个横评啊，到时候在年前给大家一些参考啊，你想看的都会有啊。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一点帮助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不过那天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